继山东舰紧随美国军舰过海峡后，又有2艘美国军舰穿过海峡，中国解放军却开始封闭南海部分海域，这是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了？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。前不久，就在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马斯挺号神盾驱逐舰经过海峡后，我国海军的山东号航空母舰也紧随其后经过海峡。然而，就在众人在称赞我国海军实力有所增强的时候，美国海军再次做出挑衅举动。据媒体报道，美国海军的2艘驱逐舰于12月31号早晨再次穿过海峡地区。据了解，这是美国军舰在12月以来第2次穿过海峡地区，也是相隔大约1年半后再次同时派往2艘军舰穿过该地区。随后，美国海军还对外表示，这次行动显示出美国致力于印太海域自由，只要国际法容许，美国军队将会继续执行他们的飞行、航行以及其他任务。不得不说，美国海军的气焰十分嚣张，仍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，肆意在亚太、印太地区做出各种危险举动。然而，就在众人为美国此举感到担忧的时候，中国解放军却悄然做出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举动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中国解放军海军将会封闭中国南部海域的部分地区，并且还有1艘载有战斗机的大型军舰将会离开中国渤海湾，赶往该海域的封闭地区。将这些残缺的消息拼凑起来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俄罗斯文章中指出的1艘载有战斗机的大型军舰，正是前段时间在渤海湾进行夜间训练的山东号航空母舰。然而，山东号航空母舰前不久刚紧随美国军舰穿过海峡，进入到渤海湾地区训练，这次为何突然又要一直南下，进入到南部海域的封闭地区呢？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所以说，这些人认为山东号航空母舰此次南下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然而，这只是网友的猜测。就在各网友对此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中国海军上尉告诉了我们山东号航空母舰此行的目的。他表示称，山东号航空母舰南下是为了进行例行训练，这次训练是年度训练计划的一部分。由此可见，该地区并不会发生大事儿，我们无需过度解读。印度与俄罗斯防务关系再次得到加强，俄罗斯欲向印度出售战机，以及帮助他们制造潜艇，为了剑指中国。然而有人并不这么认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。据媒体报道，印度驻俄罗斯大使表示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允许的话，俄罗斯和印度双方将准备在2021年上半年举行俄印首脑会晤。据了解，俄罗斯方面表示，这次会晤期间，俄罗斯和印度会以军事与军事技术、科技、经贸等领域合作为题，开展一系列的会议。不仅如此，俄罗斯方面还指出，俄罗斯和印度正在讨论确定未来10年新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，这些计划中包括印度从俄罗斯方面采购的 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合同，并预计这批 S-400防空导弹系统将会在2025年时全部交货。此外，俄罗斯方面还准备再一次的向印度军方出售米格29、苏30等战斗机和章鱼 SDM-1坦克，并且俄罗斯方面还准备在印度生产第5代战斗机，以及帮助印度在当地建造6艘潜艇。由此可见，俄罗斯与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又有了一些加强。虽然说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武器装备并不稀奇，但是俄罗斯准备向印度出售的章鱼 SDM-1坦克却引起了众人的关注。据获悉，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，章鱼 SDM-1坦克将会成为中国在青藏高原地区部署的15式轻型坦克的主要对手。这款坦克与中国的15式轻型坦克一样，也可以在空气稀薄、温度较低的高原上使用。有了这款坦克后，印度军队在高原上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加强。俄罗斯方面预计，印度军方很可能会先采购20辆章鱼 SDM-1坦克。对此，不少人认为俄罗斯此举有些不妥，他们的这一做法是在助纣为虐，目的就是为了剑指中国。毕竟印度方面目前不
不敢轻举妄动，是因为忌惮中国解放军的军事实力。等到印度方面接收了俄罗斯的武器之后，军事实力有所增强，所以保不准他们可能会做出出格举动。所以这些人认为，俄罗斯此举很有可能会激化中印对峙的局势。然而，还有一部分人却认为，俄罗斯是在变相帮助中国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分析，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战斗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，这些武器并不能从根源上提高印度的战斗力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相比美国来说，我们更加情愿印度购买俄罗斯武器，至少等到俄罗斯把印度的军费折腾光了之后，印度将无力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了。近段时间以来，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开始恶化，每年一度的印俄会谈也被莫斯科一口否决。结果印媒眼看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好，又开始抱怨起俄罗斯抛弃印度。不过就在最近，印度口风一转，又开始嗨了起来。据印媒《亚欧时报》的消息，用于建造泰米尔纳德邦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的2批设备已经从俄罗斯本土出发，预计于本月15号前后抵达印度。这批货物大约有9503立方米，都是用于建造该核电站第3号机组和4号机组的相关装备，比如阀门、管道、金属门、电气连接模块、过滤器、低压成套设备柜等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印度这个核电站项目其实1号机组从2013年就开始并网，2号机组于2016年并网，结果几年时间过去了，如今想要建造新机组，还是沿用老方式买。从这些清单中也可以看到，即便是一些基础设施，也必须远渡重洋从国外进口。印度人吹了几年的印度制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？还别说，尽管什么都是买来解决，但印度就是喜欢花钱贴商标，来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印度驻俄大使瓦尔玛曾声称，印俄正在讨论在非洲建设发电厂，作为2国核能合作的目标。但光是印度国内都是各种采购俄罗斯的套件，也可以清楚这个合作到底是什么成色。颇为讽刺的是，印媒还在文章中夹带私货，声称俄罗斯毫不犹豫就把最先进的技术与印度分享，这足够说明印度对俄罗斯的重要性。比如俄罗斯将阿姆拉级核潜艇租借给印度使用，俄罗斯许诺会向印度提供新型战机苏57，即便它才刚加入俄罗斯空天军。然而在仅1周之前，印媒的各大板块上还是抱怨印俄关系的文章，认定是俄罗斯放弃了传统的盟友印度，转而更多的支持中国，甚至一度把怒火烧到了俄制武器上，认定俄罗斯故意把低质量产品出售给印度，提高印度的装备更换率。结果在最近，由于俄印关于核电站项目的合作进展，印度媒体果断来了一次变脸。就比如《欧亚时报》就公开认定，印度依旧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市场，哪怕与中国关系更好，他们依旧离不开印度。实际上，目前来说，俄罗斯与其说是离不开印度，不如说是舍不得这块蛋糕。目前，印度军队中60%以上的武器进口来自于俄罗斯，而且相当一批维护使用的易耗品都是需要再次从俄罗斯进口，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但俄罗斯的经济哪怕衰弱，但也绝对没有到需要完全依赖印度军工进口的地步。印度被人当提款机，却还在鼓吹离不开印度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。